大家好，欢迎来到不明白播客，我是主持人袁丽。上一期我们请曾经在青海省果洛州集美坚赞民族职业学校工作过的 Ginger 给我们讲述了他在那里的所见所闻，和他在区工作生活一段时间后对藏族人和藏区的认识发生了变化。这一期关于藏区教育的下集，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教育社会学者加洛博士。加洛博士是研究藏地教育的专家，同时也是藏族活动家。他2021年离开中国，现居加拿大，任职于西藏行动研究所。加洛博士一直致力于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中国政府强迫藏族父母把孩子送进政府建立的寄宿学校，以及这一政策对藏族语言、文化和宗教产生的毁灭性影响。加洛博士您好，您能不能先介绍一下您自己呢？一般来讲，原则上我一般不讲中文的，我会讲，但是不愿意讲。今天由于特殊原因，我的同事给介绍过来，然后给你讲这个东。我呢是出生在青藏高原东北角一个半农半牧学的一个牧家庭，贫困家庭。从75年、76年开始上1年级，然后从系统的接受了这个寄宿制学校教育。完成以后，在大学任教将近10年，然后在加拿大读硕士、博士，然后读完硕士、博士以后又回到藏区，回到中国，工作5、6年。2021年1月份，被没办法回来了。对。然后您现在是在一个 NGO， 主要在一个 NGO 在西藏行动研究所任职，是吧？对。好，那我们这期节目是主要谈这个集美坚赞民族职业学校被关闭的。那您是如何得知这个学校被关闭的消息的？得知这个消息，当时我在日本，我是得知7月15号早上知道，从个人的联系渠道和一些媒体的渠道，2个渠道。我最后认为确认这个事情确实发生了。那您在这个西藏行动研究所发布的一份声明中说，这所学校是具有民族相关性的藏族教育的典范，它的关闭对世界各地的藏族人民来说是一个毁灭性的损失。这当然是我自己的中文的翻译。您为什么对这所学校的评价如此之高呢？对，当然这个藏族教育，尤其是学校教育，中共政府统治藏区60多年来，到目前还没有摸索出一个适合于藏族教育需求的模式。那么当然，这个集美坚赞老师的这个教育呢，正适合是作为一种藏族学校教育的模式进行推广、进行发展。刚开始他作为个人的私立学校，发展了这么30年，具有一定的规模。他的这个教育模式呢，第一，年轻孩子们能学好藏族母语和母文化，同时呢还能学好第2语言、第3语言，这是一个很好的模式。对整个藏族学校教育来说，他现在正在发展的过程当中，中国政府不但没有推广这个模式，反而去关闭这个学校，令我非常的震惊。我也想问一下，就说这个集美坚赞民族职业学校的师生得知学校被关停有什么反应？您的这个藏族的朋友们是如何反应的？您又是如何得知到他们的反应的呢？这个反应是非常的规模非常大，已经伤及到整个民族的对这个政府的信任感。为什么呢？这个反应来自于学术界、牧民、年轻人、商业层、宗教人士，所有的各个社会阶层的人群都有反应。当然，这个反应是对一种悲伤和失望的这么一个感觉。很多作者他通过私人的媒体也在写了许多这种反应。宗教界人士、牧民
还有年轻人。这些年轻人呢，他不仅仅是来自青海果洛一个地方，他来自于四川、甘肃、云南，还有西藏自治区的。他的主要是声援面积整个覆盖整个藏区，所以呢，他的影响力和他的这种对社会带动的模式作用是规模非常大的。同时呢，如果中国政府如果支持这个学校，推广这个支持，它会凝聚年轻人和整个藏区社会对政府的信任感。通过这次关闭这个学校，它基本上伤害到了整个民族的痛处，也失去了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您能不能举一个例子？大家说了什么呢？他们说，现在我们基本上没有一个正规的机构来专门学好我们自己的母语和母文化，这是唯一的一个比较成功的有规模的学校也被关掉了。那么将来我们的孩子怎么去学好我们的母语和母文化，来适应未来的社会呢？李梅坚陈老师他是一个非常有眼光的学者，我们没有排斥学中文和英文。这个学校很明显，在课程里面它有3种语言，在学好自己母语和母文化的前提下，学生对中文和汉语的表达能力和书写能力也是相当好的，同时是英文。那么你为啥要关这个学校呢？他不希望你看到学好你自己母语和母文化的，这是唯一这个目的，没有其他的方式可以解释这个东西了。那学好自己的母语和母文化，为什么对他们来说对中共政府来说不是一个好事儿呢？中共他现在在利用大汉族主义的情绪和共产党自己的理念在一同化什么呢？自从习近平第2任上任以后，他有个决定，就是基本上反对民族的多元化和文化的多元化。他制定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语言、一个文化这么一个政策，而且强力的推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他有这个作为政策，来通过不同的政府阶层去强力实施这个东西。这个学校呢，他既学好中文又学好英文，同时呢把母语掌握的那么好，他为啥要关这个学校呢？唯一的原因就是他在作为一个机构，在提供学好母语和母文化的这么个场所，这是他不愿意看到这个东西。对。那最近一些年，您一直致力于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中国政府强迫藏族父母把孩子送进政府建立的寄宿学校，您为什么反对这个政策呢？这个政策是强迫孩子同化藏族年轻人的一个主要的渠道。但中国政府把这个学校教育作为一个非常有效的工具，进行大面积的彻底的同化藏族人。这寄宿制学校它有很多类型，金梅坚陈老师的这也是个寄宿制学校。我为啥支持这个呢？这个里面它的课程内容跟家乡和自己的母文化有一致性，他既能学好母文化也母语，同时也能拓展学习第2、第3语言。那么这个国家实行的这个寄宿制学校里面，跟藏民族的藏文化的精英文化和藏族语言的实践知识，家乡的那些最普遍的一些习俗，它被割裂掉了。彻底割裂这2层文化知识体系以后呢，这些孩子基本上当他毕业以后，跟自己的文化的根和民族的根基本上决裂掉了。对，这就是它2个大的区别。大家好，我是袁丽。你们刚刚听到的精彩对话背后有几十个小时的精心准备和制作，这需要阅读大量资料，花时间与采访对象沟通，只有这样才能问出好的问题，才可能进行有深度的对话。不明白播客会继续致力于制作高品质的新闻内容，让中国人听到深刻的思考、真实的情感，在这个灰暗不确定的年代，听到彼此心中的一点坚持。请大家继续支持不明白播客，
让我们把这个事业长期的进行下去。欢迎听众朋友们到我们本期的内容简介里点击捐赠链接，或者访问我们的网站不明白.net 的捐赠页面。那就是您有认识到就是被送进这个公办寄宿学校学生的家长们，还有就是这些孩子们，这些寄宿学校都是用汉语来主要来教学的吗？这个寄宿制学校它有3个类型，一个呢是1979年到80年才开始建立起来的这组寄宿制学校，它作为双语教育2种模式，一个模式呢母语为主的双语教育和汉语为主的双语教育。但是这2个基本上从严格意义上讲，它都不是标准的双语教育。为啥呢？藏族母语教育里面，它把课程完全的翻译，把中文的课程翻译成藏文，然后这个语言水平、翻译质量非常的差，这是一个。第二呢是以汉语为主的这个双语模式呢，这个里面它也没讲好，把藏语没讲好。这2个模式呢，我知道我在多伦多大学读博士的时候，我们都是研究这个接触到双语教育的时候，对学生进行2种不同的文化和2种不同语言的教育，这个叫标准的双语教育。那么中国政府在整个藏区实施的这个双语教育是真正意义上含义上的双语教育吗？它不是的。第二种寄宿制学校，他们说1984年开始的西藏班，在内地的西藏班，这些孩子呢彻底的被同化掉。有些孩子6年以后返回到家乡的时候，父母和孩子互相不认识了，基本上。第3种寄宿制学校呢，它是从2016年开始的，把4岁到6岁的孩子进行到寄宿制学校里面进行彻底的同化。4岁到6岁啊，就去寄宿。对，而且有的时候是很远的地方，是吧？因为藏区是非常大。那些孩子是4岁的孩子、6岁的孩子，一周只能回家2个晚上。周末星期5回去，星期天下午必须送回去。你想，这是从伦理的道德层面和教育规律的层面、心理学的发展层面，从各个方面都是违背规律的。对。那您2023年9月在《纽约时报》评论版发表过一篇观点文章，题目是中国寄宿学校的100万藏族儿童正在经历什么。您开始的时候用了您自己家里的一个例子，您能给我们讲一下吗？我觉得这个例子可能会比较好的让大家来理解，就是说这些藏族的父母和孩子正在经历什么。对，那是2016年。本来我是没大在意这个东西，但是2016年11月份，我弟弟给我有一次打电话过来，说是哎哥哥你回来一趟，我的2个孙女现在发生一个很怪的变化，我自己没办法解释，也不知道怎么去分析这个原因了，你回来看一下。他是从2016年9月份开始入学寄宿的。那是11月份的一个月底，一个星期五，我回去，我给我弟弟说，我去接一下这2个孩子。我到学校门口就接去了，那学校大门锁着呢。星期五下午4点钟，学校老师开大门，然后统一进行让家长接。我去接了。那天下午非常怪，那2个孩子从大门缝里出来以后，给了个眼神，这没有其他的任何感情上的交流。他们多大？一个当时4岁，一个是5岁。平时我从外地回到家的时候，他们会远远跑到村子外边来，没有任何迟疑，这样跳到我身上的。那一天很奇怪的，我说我这个孩子到底发生了什么种事情？然后回到家里面，我一直观察这2个孩子，2个孩子把书包一扔，在院子里面一扔以后，进去以后，他对他奶奶、父母、爷爷没有任何感情上的那种互动。晚上吃晚饭的时候，我继续观察他们2个，他们俩坐在那个比较远那个凳子上，坐的端端正正的，2个手靠背，然后坐那好像这个客人或者是陌生人在这个家里。我发现搞教育研究的嘛，我发现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我就问了一下我弟弟，我说你为啥要送呢？你如果不送会有什么问题？他说那不送不行，政府有惩罚性政策的。嗯一个你不送，他会列到黑名单，收不到任何政府方面的一些好处，一些福利方面的呀，来自政府的一些资助。第二呢，你的孩子未来没办法上1年级。嗯第三个，他们自己来回把孩子领到学校去，嗯这是一个。但是这个情况，这两个孩子，我问了大的那个5岁那个孩子，我问了一下，我说到底发生了啥？你老师怎么教你们？只有发生这么大的变化，这才3个月，3个月，人孩子回到家里以后变成陌生人了。那么再时间再长一点，你想会怎么样？然后这孩子讲，他说每天这些老师呢，把一些他们自己设计的蕴含汉文化的一些文化信息的一些东西，每天拿到桌子上，让他们进行背诵，不是背诵，但闭着眼睛念想这个东西，念想完了以后，让他们画他自己念想的这个东西，一念当中的东西，然后用中文来让他们解释。这样很快的，其实从教学论的角度来讲，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教学法，对他们让孩子彻底的、很快的、快速的忘掉了自己的母语了。这是一个。然后呢，我想这个东西不是某一个地方，中国政府当时作为把学前教育作为义务教育这个组成部分，在整个全藏区进行实施这个政策。那么我也去花了4个的夏天去进行了田野调查，观摩了50多所学校，这基本上情况是一致的，跟我弟弟的2个孙女的情况基本上是一样的。你想象一下，去年开始7年以后，这些孩子基本上很自信的开始批评他父母和家人，说是你们为什么不能讲中文，非常严重的。对。我念一下您给纽时的这个观点文章里面，您说这个家中的变化令我苦恼不已。此后数年，我走访了西藏北部和东部的50多所寄宿幼儿园，在3年实地考察以及与学生、家长及老师的面聊中，我看到的情况远比想象的糟糕。我遇到过一些不会说母语的藏族儿童，学校严格控制家长的探视，在某些情况下，学童每6个月才能见一次家人，宿舍、操场和教师办公室受到严密监控。接下来我想再问您一下，就是集美坚赞民族职业学校位于果洛州，而6月19日，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到果洛西宁民族中学视察。据中央电视台报道，这所中学是专为解决果洛州农牧区孩子上学难而建的。你怎么看？好像有一些矛盾的一个情况，对不对？一方面把一个学校关闭了，另一方面是在西宁青海的省会又建了一个学校，说是为了解决牧区孩子上学难的问题。您能不能跟我们解释一下是怎么回事？您怎么看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刚刚我们那谈了，就这个在西宁建学校，我没有异议，应该建学校很好很好，但是你提供的是什么课程？你设计的是什么课程？学校的核心问题是课程，你在学校里面教什么？你所有资源的配置围绕着课程转。那么这个课程是什么？果洛集美坚赞学校它提供的是能够掌握很好母语和母文化基础的这么一个学校。那青海西宁的这个果洛寄宿制学校，它是不是这样一个学校呢？果然不是的。对，它是一个以表演为形式，就是让孩子跳舞、唱歌，这好像是成了藏族文化的全部了。不是的。那西宁的这所学校里面，我们果洛的孩子，藏族孩子能学到藏族精英文化和藏族传统知识吗？而且用藏语能够学到现代的知识体系吗？没有。它仅仅是用这种教学资源和条件的传播来抹杀课程内容的阴谋。尤其是他为啥到叫学生宿舍去照相呢？
就是基于我们最近这几年在国际上呼吁的寄宿制学校问题，那就是针对就是这个，我国家就是在搞这个东西。您认为他是证实了您在说的问题是吧？对，对对对。那您觉得习近平为什么要到这个学校视察呢？这是一个关键点，他要落实治藏战略方针，他到青海西宁呢，主要是藏区的治藏方略问题，其中呢也包括他的这种提升政治气候问题，打压多元文化和多民族的这种现象，他要急着去同化不同的语言和文化的存在，他极力的要促成一个民族、一个语言、一个文化、一个国家，他这样的一个理念在里面。于是呢，他提升施压对青海和整个藏区省级干部层政治氛围，那些呢下层官员最终做出决定，就是关闭这些学校。也许习近平本人不知道还有这个公路军备检测这个学校存在的问题，但是由于政治施压、政治氛围问题，下面的省级干部和州上的领导决定关闭这个学校了。我想是应该是这样的。对对对，就是在习近平去这个果洛西宁民族中学视察后差不多1个月的时候，是吧？集美建赞民族职业学校就关闭了。对。那您觉得，就是说，习近平担任中共领导人以来，对藏族教育的政策和他的前任有什么不同吗？有本质的区别。前任两人胡锦涛和江泽民，尤其是邓小平、胡耀邦他们时代，尤其是邓小平时代，我们把它叫做黄金政策，对整个藏区来说，那个江泽民和胡锦涛时期还可以，一种宽松的环境一直存在，相对宽松相对宽松的存在着，但是他也没有好到哪去，没有好到哪去。但是从习近平第2任期确定以后，他急转弯，进行了政策上的调整，实施了一些比原来前任30-40年的领导人都没敢干的事情。比如说加强思政课，在学校民族地区增加思政课来挤压民族语文、民族课程时间的，这是非常明确的例证。再一个，他施压强力推行国家通用语言政策，把这个政治化，然后整个藏区的教育系统里面没人胆敢强调学母语的重要性，把社会的氛围已经制造成这样的环境了。对。总书记进门的时候，我们在上这个一堂思政课，主题就是新时代新家乡。来西宁之前，在家乡最远的地方就是县城，从我的家乡到西宁的话，就是差不多8-9个小时。我当时给企业介绍的是以前我们放牛方式和现在放牛方式的变化。现在我们开始用无人机放牧，企业当时听到非常高兴呀，看到我们家乡的这种变化，还勉励我们就说要努力学习，然后建设家乡。企业非常关心我们的学习，我们虽然来自偏远的牧区，现在能受到这么优质的教育资源，我们在这里能学乐器，还可以学书法，还可以参加机器人比赛，我们一定要努力学习。我不知道您有没有看中央电视台就是拍摄的习近平到果洛西宁民族中学视察的这些的一系列报道，就比如说在这个央视的宣传片里面，这里的学生讲着流利的汉语，参与书法课、机器人小组、管乐乐团，食堂的食物也是比较多的这种汉族的口味。然后呢，还有一位藏族学生在报道里说，国内我们可以说我们是藏族人，国外我们肯定会说的只有一个，就是我们是中国人，我们是中华民族。我不知道您看了或者听到这样子的一些报道是一个什么样的感想呢？他们当然高兴啊，大力的要宣传，因为他们干的这事成功了，他们成功的实施了这样一个教育模式，而且把它合法化，把它正常化。至于这个民族身份，在国内我们是藏族，国外我们是中国人，这是我觉得这些学生他自己也不知道这个东西，这是官方媒体添加进去的宣传的东西，要么要求学生这样讲，至于中华民族这个概念，它基本上里面
我看不出它包含其他民族的。中是中原，华是华夏，这两个字的缩字嘛，中华民族嘛。那怎么就成了藏族、维族、蒙古族，还有其他壮族、彝族？你能代表吗？它隐含了吗？没有啊。你如果说中华民族是涵盖了，你应该他们有相应的权利和平等的政策和权利。为啥呢？学自己语言和文化的权利，国家有责任去提供这种平台。学校教育你不至于强制性的进行同化，通过学校这个手段。你为啥要关这所私立学校呢？您知道这个集美兼赞民族职业学校被关停后，就说学生要去哪里，可以去哪里继续学习呢？基本上，我看到了，当时关掉这个学校以后，我一些资料我也看到了，因为他们果洛州当时一些政府部门对一些职业学校的一部分学生被并到官方的职业学校里面去了，但是大部分学生没地方去啊。这是大部分学生回家了，他在等待重新恢复这个学校，但是什么时候能恢复这个学校我还不好说啊。您觉得有可能吗？我们拭目以待吧。我也看到了，就是一些这个学校的照片，还有这个视频。我发现就是有不少的学生是穿着僧袍的，就是他们其实是喇嘛。这一点是不是对于中国政府来说，他们也是比较忌讳的一个方面呢？不是他忌讳不忌讳的问题，这个传统是我们已经有1300多年的历史了，不是说是共产党来了才有这个事儿。共产党根本就在这个世界上不存在的时候，这个和尚的这个袈裟穿的袈裟这个现象是存在的，1300年了。但是我们的老师，我们的这个民族，当时没有学校，和尚通过在寺院里面的教育，接受寺院的教育，传承了藏族文化和语言文化，这么丰富的语言和文化下来了。但是吉米杰姆森老师他这个学校里面对和尚和一般的这个俗人儿童进行统一混合式教学，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模式，但是他把这个关掉了。同时呢，中国官方政策以后，他说18岁以下孩子年轻人不能出家当和尚，那么这是有针对性有目的的。那么孩子和家长他有自己的权利呢，我希望接受什么样的教育，孩子有自己的选择权，家长也有选择权，对吧？那你为啥偏偏要定18岁之前不允许你当和尚呢？这个政策的制定最后的目的是什么呢？他要断掉你在寺院里面的和尚人口的。对。那可能前面您就是没有明确的说出来，就说实际上这么多年以来，这个藏族人受教育主要是通过出家到寺院里面来去受教育，对吧？对。那现在中国政府不允许这个小孩子出家，而且呢，就说越来越多的成年僧人还俗，这个僧人和尚越来越少，会对藏区的未来有什么影响呢？影响很明显了。一个呢，你把俗人的这些没有当过和尚的这些孩子，通过寄宿教育，让他们跟自己的母语、母文化进行割裂和断裂。另一方面，杜绝18岁以下的孩子当和尚，那么到底由谁来去继承在寺院里面的那些精英文化呢？要记住，我们藏文化将近我们4700多年的历史文明当中，原来我们也没有这个学校教育这个说法，但是我们把这个文明也传承下来了。从18年以后，习近平政府把藏族学校教育的这个角色彻底演变成殖民教育，这个角色的转换和这个学校功能的转换是有本质区别的。这个东西是从习近平第2任开始发生的，不是原来的那些领导人期间发生的。那您觉得理想的符合藏区情况的教育形式是什么样子的呢？虽然这个吉米杰姆森老师他的这个私立学校的规模不是还没有到位，但是原来15年前我跟吉米杰姆森老师讲过这个东西。您去过是吧？我认识他，我们熟悉。我给他讲了，你这个学校的模式将来会成为我们整个藏民族的学校教育模式了，
非常感谢你，就是开创出这么一个教育局面。他给我讲过，佳璐老师，你是第一位这样评价我的学校的一个老师。他说，我是知道他这个学校的模式是朝着我们整个藏区需要的、藏文化需要的、藏民族需要的这么一个教育模式。你所有的年轻人都不能去当和尚，对吧？精英文化还是需要年轻人来支撑。那么和尚和俗人孩子、年轻人都在一起能接受藏族精英文化和语言文化学习的这么一个平台和机构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因为詹姆森老师正好是开创了这个局面，创造了这个平台。这个机构的存在非常重要。对，这个学校您去过吗？没去过。哦，对对，我看的是在大山里面，是吧？对，这个学校在那个尼米江山的那个寺院旁边300米之外呢。它这个寺院是有268年的历史。寺院这个一个教育、一种文明和一种文化的传承传播，它需要机构的。这个机构的演化和发展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也是需要发展的。那么古鲁军李梅简山老师呢，他艰难的开创性的踏出了这一步，这是他的一个非常宝贵之处。是我可能跟您说，问您一个是我认为中国国内的很多的网民可能会比较感兴趣的，就是我不知道您听没听说过丁真这个人，他是最近几年好像大众比较知道的一个藏族人。对，您如何看待就是丁真开始被网民追捧，后来又被网暴，很多人说他不识字就可以当公务员，是靠脸吃饭，还有很多人给他记中华字典，因为他不认识汉字。您怎么看待这个丁真的这个现象呢？这就是整个汉族社会对藏人的年轻人的一种困惑的表征。他既想看到他的不一样的一面，又想看到他跟他们的一致性的一面。那么在这个困惑当中，他选择了这样一个过程。这个过程非常有趣。我觉得这个丁真这小伙子呢，将来既不可能成为藏族的年轻人可以进行模仿的一个形象，但也不是汉族年轻人小伙子可以进行模仿的一个形象。我们家乡有个汉语说法，就是他四不像。他要变成这么个人呢，将来。您觉得就是汉族的这些网民们为什么要给他去记新华字典？您怎么看待这个举动呢？很多人记了很多这个字典，但主要是希望这个丁真能跟他们很流利的、很流畅的进行交流嘛。您觉得他们没什么不好的意思是吧？我觉得这方面我不认为他们有一个不好的意思。他们希望丁真能跟他们用流利的中文跟他们进行交流。我应该是这样的。这个东西也不能提升到民族的这个感情和民族的这个争论这个方面，我觉得这是两码事。那最后关于藏族教育，您有什么话对汉族人说的吗？在国内和国外都有吗？你这？对，我们听众还挺多的，国内国外都有。对，非常高兴今天能跟不明白博客进行做客，这个谈论一些藏族教育问题。你们需要了解真相，在藏区发生的所有的事，你们也有权利进行了解真相。我是从2021年出来的，从中国，从藏区，我们需要有更多的时间去交流和更新在藏区正在发生的一些什么事儿。我100%的也没有完全的否定在藏区的这个经济和社会其他方面的发展，但是他在做一些文化灭绝的性的一些事儿，这个我们必须得揭露。文化灭绝的性的这个事将会破坏汉藏两个民族的关系，也会失去藏民族对整个汉族的信任，也会同时对中国政府的信任。我们大家也需要努力去维护这种信任和关系，友好的关系。所以我们也有责任去了解和传播这种真相。谢谢大家。
我再问您最后一个问题吧，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很多汉族人会比较困惑的一个地方，就比如说中国政府的这种宣传，就很多会认为少数民族文化是比较落后的，是吧？这个藏族人整天就是要去念经，您怎么看待在西藏或者是藏族文化的现代化和这个保持自己的民族特质的这种两方面？教育应该发挥一个什么样子的作用呢？那个文化它没有先进与落后的说法，它文化它只有适应与不适应的这个说法，它不存在文化先进与落后的问题。那么教育作为传承文化和语言的这个主要的手段，它有责任去传承这个语言和文化。那么一旦教育不再承担这种责任和功能的时候，那个教育就不是那个民族的教育了。我们请每位嘉宾推荐3部书或者影视作品。嘉洛博士，您有什么推荐？这个根据每个人的这种兴趣和受教育的层次的区别，我觉得不一致。但是从层次高一些的那些咱们的听众朋友应该读一下那个89年4月份之前出版的一个司马云杰的书，我觉得非常有价值。文化主题论、文化价值论和文化悖论这么一套书丛书，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这个书我觉得代表了中国当代的精英界的一些思想。我觉得这个书大家应该读一下，开阔一下眼界，从一种浮躁的这种社会趋向当中，把自己拽回到理性的这么一个民族和族群当，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你通过读这3本书，你会发现你会吸取到很多的营养的这方面。谢谢嘉洛博士，也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见。